在搬来伦敦生活之前呢，我在中国的成都和上海都生活过。我先生之前呢是在湾区硅谷那边，还有新加坡也生活过，所以我们俩呢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当然还有生活成本。由我们自己的感受和物价对比来看呢，伦敦的基本生活开销绝对是在比较昂贵的梯队里。欢迎来到迷思英国的第5期。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伦敦生活，我们家在吃住行方面的实际生活开销，还有大部分的伦敦人在生活支出上的一些数据，希望能够给到那些希望来到英国读书或者工作生活的人一些参考。我们也非常想知道和你们的城市对比，伦敦的生活到底贵不贵。首先谈住，我们家2个人，还有一只非常可爱的 Westie 西高地。我们生活在一个2居室的小 house， 在英国他们有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 cottage， 当然显然伦敦的 cottage 比其他地区的更加名副其实。所以我们先来谈住的成本。伦敦呢以交通环线分成了1到9区，这个呢不是行政区，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1环、2环、3环的概念。如果你是租房住，以 one bedroom 来看，伦敦的平均租金呢是1764镑。从最核心的1区越往外走越偏远，价格呢就会越低。那这个以环线划分的租金价格呢，其实只是一个大概的参考。同一个环线区域内不同的地段的租金差距，除了这个社区环境、交通、地段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呢，就是治安。这里的住房开销一直都是在欧洲城市当中属于比较贵的，在全球城市的租房平均价格比较上呢，伦敦现在是排在第11位，北京跟上海都在120名往后，所以如果只是论租金的这个数字来看，和伦敦比，上海的租金就显得和蔼了很多。说完租房，那如果是买房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而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如果你想知道伦敦的房价是高还是低，在伦敦买房合适呢，还是租房合适？同样是当房奴，伦敦房奴的日子是比较轻松呢，还是比较悲惨？其实都要看跟谁比。记得关注我的下一期，我给大家理一理。那说完住的基本成本，我们看一下住房的能源开销。我们家每个月呢，电费加上燃气费差不多是60镑的样子，冬天的时候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因为用的暖气更久一些。水费呢，我们是40镑每个月，这个价钱其实比一般的大多数家庭平均每月要高了20镑。我们俩自己现在也不太明白到底原因是在哪，我怀疑是我们家的狗，但是我先生怀疑是我种的玫瑰。什么道理？然后在宽带上，我们现在每个月呢是25镑，在上海呢应该能便宜个1半的样子。手机呢每个人是15镑，我觉得这个价钱也是差不多的。所以总的来看，我们家在住房能源上开销上每个月呢是155镑。英国的住房呢还有一项叫做 Council Tax 议会税，你需要向你居住的这个区域的议会缴纳这笔费用，而且你住的房子的大小，你所住的区域也决定了这笔钱是不一样的。我做了一下功课这是英国比较独特的一项收费。英国的社交文化呢，朋友之间聚会通常都喜欢约喝咖啡、下午茶，或者是下班之后去 pub 喝一杯。所以在这边呢，喝酒比吃什么更重要。这个文化呢跟亚洲很不一样，大家经常都是吃完饭以后都各回各的家。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伦敦呢，如果你是下馆子的话，比你在家做饭费用要高很多。像我们2个人，我们基本上每周会进行1次食品跟日常用品的采购。我们通常都是选择呢在网上下单，然后呢它会送货上门。基本上每一次的开销的费用呢是在70到100镑之间。这个价钱呢基本上是可以覆盖掉我们所有的要买的一些采买用品的开销。我知道有些人通常如果他自己在家做饭的话，他是需要自己去超市挑选才会有做饭灵感的。但反正我不是这种人，不知道你是不是。如果说要对比上海的物价来看，这边像肉类跟水果其实价钱是差不多的，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但是有一些呢会比较便宜，比方说像樱桃，像这样的樱桃的话300克呢就是3磅的样子，所以在这边如果要实现车厘子自由呢，还蛮容易的一件事情。还有比较便宜的呢就是牛奶，像这样一罐牛奶的话呢，鲜奶它差不多1磅的价钱。我觉得比较贵的呢其实是蔬菜类，尤其是中餐经常要用到的一些作为配料的蔬菜，比方说像葱。像我刚开始知道3-4把葱的价钱就够你买一整只鸡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吃惊的。因为在上海的菜市场，如果你要买菜的话，葱都是免费送的。我不知道这个规矩现在有没有改变哈，欢迎上海的朋友跟我分享。
还有就是作为一个中餐的爱好者，我们每个月呢还需要去到一次中超，因为有一些呢调料品你必须需要去到中超才能买到，比方说像这个料酒啊、生抽，还有就是青花椒，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爱吃的一些中国的肥肠粉啊、快熟面啊之类的。像这边中超的价钱基本上都是它在中国原本的这些商品价钱的5倍的样子。关于中超呢，我就很喜欢亲自去跑腿了，有时候要自己去选一些像螃蟹啊、鱼啊、牛腩呢这些肉类的食品，所以我希望有机会下次给大家分享一下伦敦的中超攻略。然后关于整个的厨房，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做的最正确的投资之一就是这台咖啡机，因为我们真的基本上每一天都会用到它。除了在家做饭，周末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外面吃。如果是去下普通的馆，差不多花费是20到30磅每人。那高级的餐厅，当然这个没有上限，但至少也要50磅每人左右。我觉得要看吃什么。在伦敦的市区开车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基本上出行呢都会依赖公共交通。伦敦的公共交通体系呢也比较古老了，最老的一条 Piccadilly 地铁线已经有了差不多120年的历史。在这边的上班族呢，基本上都会去购买叫做 Travel Card。如果是在3区以内，每个月的花费呢是162.9磅；如果是购买年卡呢，一年就要花费1696磅。如果你觉得地铁贵的话呢，出租车就更贵了。像伦敦非常经典的那个 Black Cab， 就是那个低调酷炫的黑色出租车，起步价是6磅2。我记得我第一次来伦敦的时候呢，不了解情况嘛，落地我就打了一辆这个出租车去我要住的地方。然后当时呢，我爸就给我发消息，就问我说：“哎，情况怎么样了呀？落地没有啊？一切顺利啊？”我就看着那个价格的那个表，蹭蹭蹭蹭的往上涨。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我上了一辆黑车，反正现在市区还没有到，但是钱呢已经够我住一晚上5星级酒店了。但这个事情呢，给了我一个教训。那以后我基本上要再打这种出租车，我都要三思而后行。”聊完吃住行这些基本的必要的生活开销呢，我还想和大家聊一下娱乐休闲部分的生活开销。我觉得对于很多哀嚎在这里生活成本极其昂贵的人来说，在这里多元文化还有你选项非常丰富的娱乐方式，是我们疲惫生活当中的一大安慰。电影院的一般票价呢就是10磅左右，我非常推荐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去感受一下户外电影院，你会在以后很多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面怀念这个短暂美好的夏季。还有，如果你喜欢去剧院看戏，西区的票价呢，当然看不同的剧目、不同的剧院、不同的位置，但差不多30磅左右就可以搞定。还有就是博物馆跟美术馆，伦敦的博物馆、美术馆呢，大多数都是免费进入，但是特展呢需要收费，费用一般是10到20磅之间。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自己喜欢的博物馆呢办一张会员年卡，经常看展的人呢，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对于我来说，以上这些娱乐生活方面的消费呢，都很容易让我觉得快乐。虽然比较可惜，他们有一些不能带狗，但是我的狗呢，有它的快乐，而且不需要我们花钱。聊完和我的生活当中与钱有关的数字，我也超级想知道你现在生活的城市，你的生活在不在你的经济负担范围之内？还有那些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到底要花你多少钱呢？欢迎和我分享。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欢迎你点赞分享。如果你喜欢更多英国文化生活的话题，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哟。拜拜。